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恒大暴雷，许家印推倒中国房地产第一块骨牌；第二，中美关系快要见真章了；第三个是福建莆田爆疫情，有扩散的风险。那我先，恒大这件事情比较长所以这个我们刚才为什么会晚了一点，原因就是真的比较事件比较多啊。我们先讲恒大吧，尽量的把恒大这件事情讲清楚。恒大财富它全称叫恒大金融财富管理公司它的理财产品逾期未能兑付所以投资者采取了线下行动。参与者包括恒大他自己的员工那么恒大资金链断裂的这个危机正在演变成为一场金融风潮。9月12号的晚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投资者前往中国恒大集团在深圳的总部叫这个卓越后海中心和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对话。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投资者包围恒大办事处维权，要求兑付理财产品，很多人情绪激动，有投资者上街示威，包围政府机关，要求立即终止合同，全数退还本金。另外一方面，恒大一线员工在公司的这个要求下购买恒大理财产品，成为这场暴雷的主体受害者受害者的主体其实是谁？是恒大集团的员工恒大理财违约令恒大集团危机出现了内部不稳定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情况，因为恒大财富的暴雷主体受害者是恒大内部员工。恒大财富金融风潮爆发于9月8号，2021年9月8号，恒大理财的投资者9月8号到期的理财产品逾期未能兑付9月8号开始，9月9号，恒大财富公布过一份兑付方案这个方案我念一下：10万，本金10万以下到期兑付，本金10万以上的投资者到期兑付5万。1年后再付5万，10到30万到期不兑付第2年兑付30%，第3年兑付30%，第4年兑付40%。本金30万以上到期不兑付，4年10%，第3年兑付20%，第4年兑付30%，第5年兑付40%。机构投资者不兑付与本金30万以上的政策相同当然，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投资者坚决不接受9月10号，许家印主持召开恒大财富专题会宣称要确保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尽早全部兑付，1分钱都不能少这话都是空话然后恒大财富暴雷事件愈演愈烈然后全国各地的抗议者越来越激烈，抗议的行动越来越激烈。那么恒大这个总经理杜亮在这个面对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投资者的时候，讲了几点。第一点，恒大财富无法兑付400亿，金额是400亿。到期的理财产品，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本人和恒大的高管的确是提前兑付了恒大理财产品但是兑付了多少，是全部还是部分不知道的确是全部兑付了这是第一，这是第二。第三，恒大老板许家印的太太丁玉梅7月份就兑付了恒大理财产品的全部但过了几天又重新购买那么财新网报道是这样的，他说丁玉梅分4批买入了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总金额是
2300万啊。那这部分产品的计息啊，利息是25%啊，计息日是5月28号，到期是7月14号啊，7月14号到期，但是丁玉梅在7月8号提前全部兑付，然后到了7月12号复投啊，就又再投，投了多少呢？投了2000万啊，投2000万。那么9月13号就是第二就是其实就是到凌晨，恒大呢向投资者公布了另外一份的兑付方案，这个兑付方案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现金部分，现金分期兑付的方式啊，但仅限于合同到期的投资理财。那么怎么兑付呢？当到期的当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兑付本息的10%，然后此后每3个月10%，以此类推啊，兑付完毕啊，这是第一个现金啊，就从10%开始啊。第二个是实物啊，实物资产兑付。那无论是到期还是没到期，都可以选择用实物的兑付啊。那计算方法是什么？计算方法就是，到期的本息全额兑付。第二个未到期全额兑付的呢，按照这个计息期来计息啊，投资期来计息啊。那实物资产是什么？实物资产是恒大在全国的住宅、公寓、商铺，甚至是车位啊，你可以用你的这个理财产品的金额来兑付。那然后这个实物资产冲抵的时候，住宅、公寓啊，分别按照当时的售价72折和54折啊，公寓跟住宅。那么商铺和车位按照48折啊，48折计价。投资者在产品到期之前，可以参与下个月统一的线上选房啊，随时以实物兑付。这第二个，因为它有实物嘛啊，它兑现不了的实物，那然后就你用这种方式兑付啊。第三，以理财产品的额度冲抵购房的尾款。那你比如说你买了恒大的房子啊，恒大的房子，那你不是要供楼吗？那你尾款，比如说还有100万，那么用这个用你这个理财产品的额度冲减啊，冲减。比如说你这是买了30万，那你就原来产品里面减30万啊，就大概是这样。恒大内部员工的情况就更严重。恒大员工提供的内部文件显示，从2016年3月，恒大金服就是恒大财富的前身，后来改名叫恒大财富啊。恒大金服上线运行以来，恒大集团在内部全员销售啊，每个人都要买啊，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还会定期进行考核，根据部门完成率对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奖励。那么2010年7月，恒大深圳区域，公司各个部门资金专项调查成交的统计表显示，除了累计完成金额、累计完成率，该区域公司的考核指标，还有到期累计复投额、复投率啊。那么恒大的一名离职的员工说，他有2笔理财投资啊，分别是2021年9月14号、10月12号到期，然后呢，理财顾问在今年4月份就找他说，你要不要提前兑付？你提前兑付呢，可以全额退回啊，本息都可以全额给，但是要签一份承诺函，就是你会复投，自动续期啊。然后恒大理财的一名投资者也是这么说，他说5月份到期，4月份理财顾问就找他要不要提前兑付啊？那么复投的金额是此前金额的120%，然后也是复投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钱兑付，就用复投的方式让他们展期啊。那么中报，恒大的中报
截止2021年6月30号，中国恒大就是恒大上市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期负债是2400亿，2400亿到期啊，到期的负债，一年内的债务通常叫短期债务。那么比去年2020年减少了28%，同期就是今年一年之内现金和现金等值物有多少呢？867亿啊，那比2020年减少了45%啊。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恒大现在持有的现金没有办法支付短期负债啊。那么除非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第一件事情，恒大的房地产业务快速的销售啊，然后呢，短期之内回笼大量资金，这第一个。第二个，恒大集团快速出手资产，短期之内也能套现大量的现金资金啊。那么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会发生呢？我们后面可以看啊，可以看。那么第一个9月4号、9月1号，恒大集团举行了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啊。那么许家印出席了这个签署大会。恒大的8名副总裁率领这个8大保交楼专项工作组，然后去全国各地保证去交楼。为什么要保证交楼？恒大集团现在整体交楼现在是恒大集团整体这个运作的关键啊。如果这个时候恒大不能够按时准时交楼的话，这个时候业主在上街维权，恒大的局面就维持不了。所以为什么9月1号他要搞一个这样的这个军令状的签署仪式，就是给外界一个信息，我们能够保证交楼。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恒大在全国各地的这个楼盘的情况不理想，很多地方开始停工了，停工你就没办法交楼你必须持续施工才行。但是持续施工有个条件，就是你给这个建筑商，你给他的结款，你得保证，你不保证结款，他就停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保交楼这件事情本身是有问题的有问题。那么恒大的危机来自两个部分恒大危机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外部，一个部分是内部。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内部外部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内部。恒大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大规模开发快进快出，滚动不断的滚动那么这种商业模式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规模非常大全国铺摊子，规模非常大。当你规模非常大的时候，你就要大量的资金这就是第一个，它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它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是第一个特征这第一个商业模式第二个，恒大的运行规律恒大的运行规律是不积累挣到钱就分掉。恒大集团从2011年到2020年到去年，恒大集团年年分红，只要能够并表的范围全部都分掉。分了多少钱呢？从这10年分了1142亿恒大集团的许家印家族持有恒大集团的持股率非常高，达到76.7%那么当他持股率这么高的时候，他大规模的分红意味着什么？他在套现他不断的在套现。他过去10年许家印分到的钱有多少呢？875亿870。如果把其他的股票那些算进去的话，许家印套现的现金应该过1000亿没问题这是恒大资金链危机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就是许家印已经套现了过千亿的资金，所以你想一下啊，恒大这个局面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呢，中国恒大是在香港上市，香港上市，它在香港分红，那钱也就留在香港，那当然留在香港就意味着留在全世界啊，那么它所有的分红都留在海外啊，那许家印可以随时卖掉他的股票，也是在海外，所以你可以看到，许家对这个恒大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恒大是挣钱的工具，或者是恒大是挣钱的平台，恒大不是许家印的 baby，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恒大资金不足，永远不足。其实不是恒大，你去找一下中国的所有的开发商，账上不会超过1000万现金啊，都是钱来钱往。因为什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竞争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挣钱，靠的是规模。你挣钱比我多没关系，我规模比你大，我最后把你收购了，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规律啊。那么所有的人都资金不足，资金不足怎么办？高息借贷。这个基本上在房地产行业，大概20%到30%的利息正常啊，正常，超过30%不正常。恒大发高息美债，美债12%到24%都有啊。那么有一阵子高达36%啊，有一部分他自己买，自己人在那里买恒大在海外发的债啊。当然他自己买安全，他知道资金状况，而且付息啊、付本金啊都可靠，因为他自己控制。为什么这么干？恒大上市公司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许家印的太太丁玉梅自己去买恒大内部的，就恒大财富其实是个内部机构啊，主要是内部机构，有一部分外面有人买也买，但是它主要是针对恒大十几万员工，这得卖一堆的钱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恒大财富的高息理财产品，丁玉梅自己买，什么心态？你可以看到丁玉梅怎么买自己的高息理财产品啊，这是很能反映许家对这个恒大这个公司的看法。到最后什么？到最后恒大高管自己先对付，提前对付，包括丁玉梅，这事儿很不对啊。你可以看到啊，这次恒大财富为什么会暴雷？其中有个关键点是什么？其中有个关键点就是恒大财富的高管自己先提前兑付了恒大理财产品。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非常的不公平。第一，对这家公司不公平；第二，对恒大的员工不公平；第三，对恒大的投资者不公平。你凭什么把你自己作为高管，你自己去买这产品，因为高息，然后你就提前把这个产品兑付了，其他人不兑付，是怎么可以这样？这也反映了什么？当然，恒大财富的这个高管提前兑付，肯定不能高管他自己定，得许家印批准。许家印批准这件事情这么办，说明什么？他也没有把恒大当自己的 baby。如果他真的知道把他当自己 baby，他怎么可能这么干？因为你这么干，消息走漏出去，后果是什么？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局就破了。因为高管你自己先兑付了，你其他的投资者一看这局面肯定是要完蛋。所以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来许家对恒大的看法。所以你从这几件事情，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恒大集团资金链断裂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必然的问题，一定会断裂。因为许家印现在他自己他比这个谁，他比那个谁，
哎呀，这个 SOHO 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对吧？他已经有一大笔钱在自己账上，所以外界评估说这个恒大整体的债务是3000亿美元，大约是2万亿人民币。但是其实这个评估是不可靠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民债实股的民股实债的这个部分到底有多少，就是恒大集团拿各个这个楼盘项目去融资，用这个股权的方式融资，你不知道后面借了多少钱，这个不清楚，因为他没有记录这个债务的范围而且没有他的那些合同也不需要公开，所以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恒大没有人愿意接盘的原因，你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这是第一个。恒大为什么出问题？首先的问题是什么？恒大内部的问题。恒大你不积累，借那么多的钱，还不断的在分红，上个月还不准备分红，上百亿分掉上百亿，你自己都没有钱还债，你还去分红，这是什么心态？这就是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那他老板都破罐子破摔，你说其他人会怎么样？这是第一条，这是第一个。所以恒大危机第一个内部原因，第二个外部条件。去年8月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三条红线，三条红线是针对开发商的三条红线，设3个指标，这3个指标你过了呢，你就不能够银行不能再贷款给你。恒大是前几个吧，总共是12家公司，12家公司，恒大总共好像3家公司过3条红线全过，恒大排第一，恒大是借负债率最高的公司。然后他3条线一过，麻烦了，为什么？所有的银行都不能跟他贷款，旧的贷款还在，但是新的贷款是不可能了，零新增贷款零。那么恒大通过银行进行融资的这个渠道就堵死了。恒大马上就资金出了危机，然后到了8月份，恒大给广东省政府打报告，这个报告说这个他跟恒大地产、恒大集团在上面，恒大地产是恒大的主营机构，负责恒大的所有的恒大的地产项目。他本来是想跟这个深圳的深深房这个进行资产重组，然后恒大收购深深房，深深房收购恒大地产，恒大集团收购深深房，然后深深房收购这个恒大地产，这样的话把恒大地产装到深深房里面上市。许家印是一直想干这个事情，结果没干成，没干成，资金链就要断了，1300亿，有1300亿的战略投资这战略投资要到期，因为当初他就答应别人说你们放心，你把1300亿给我，我们恒大地产马上就上市，你们到时候呢就套现，就挣一笔钱，这1300亿就到期了，到期怎么办？那资金链就要断，就打报告给广东省政府，说你要救我，你不救我的话，我这后果很严重。这件事情广东省政府是救了他，但是不是用他去上市，恒大地产上市的方式救他，是把这些战略投资者摁住。那你们不能够问他要债，你们原来不是用这个民股实债吗？那行，你就转成这个战略投资者吧。结果这1300亿就变成了什么战略投资者，那就恒大就过了第一关，就是去年8月份开始，一直搞到年底差不多这件事情。那到了今年上半年又开始恒大危机，就又新一轮的这个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到了今年的上半年银行贷款到期，那怎么办？然后恒大就躺下，直接躺下。最后广东省政府没办法，找这几家银行，应该是6家银行，恒大的6家银行，跟他们施加压力，要你们展期吧，展到年底吧。所以8月份的这个恒大的这个危机又过去了。恒大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我规模很大，我不能倒了以后大家全倒霉。
恒大就用这种方式，广东省政府就去年搞定一次，去年8月帮他搞定一次，今年8月份再搞定一次。但是进入8月份开始呢，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了，恒大这个局面就有点维持不住了。一个是什么？恒大出售，他想卖两个资产，一个是恒大汽车，恒大汽车一片烂泥地，他准备卖掉啊，但其实这个股价已经炒得很高，上千亿的市值，但是没人买啊。还有就是恒大物业，恒大物业原来是万科和碧桂园都谈了一下，一看我为什么要买？你想一下，这些同行你的那些东西我都很清楚，我为什么要买你？等你破产了，我再来从结算从清算部分去买，不是更便宜吗？所以都不买。所以恒大你可以看出售资产这一块是不顺利的，因为大家都想捡便宜，而且你又有危机，我是同行，我等着你破产我再来买，不好吗？所以他出售资产这件事情是不顺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恒大的卖楼其实也不顺利啊。为什么？当你开始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你没办法说服投资者。我为什么？你会不会烂尾？当别人怀疑你会烂尾的时候，你房子怎么卖？卖不动，房子卖不动，资产卖不动，那你怎么回款？所以现在其实到了9月份、8月份开始，这个局面就有点维持不住了。然后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误传，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对恒大影响很大，就是恒大地产。恒大地产的原来的董事长叫赵长龙，赵长龙原来是董事长，但是去年是因为了帮助这个恒大地产不是进行资产，这个资产重组和深圳房进行资产重组，所以呢，赵长龙就退下来，就不做董事长，由这个许家印做。那今年一看这个形势不行啊，这个搞不成啊，这个收购完不成，完不成算了，许家印就不当这恒大地产的这个董事长，就还是让赵长龙当回去。这个人事，你想市场非常脆弱，传成什么呢？这个新闻就报道成什么呢？许家印不再当恒大的董事长，这个恒大的董事长你可以理解成为恒大地产，也可以理解成恒大集团。这个消息一出去，这对市场的冲击非常的大，那就没办法了，这个局面就维持不住了。然后到了9月份，恒大已经通知了2家银行，现在哪家银行不知道啊？到9月21号到期的贷款利息不付了，他已经通知了，通知2家银行，到期的利息本金就不用谈，利息已经不付了啊。然后恒大呢还推迟了几家信托公司的这个信托款的支付，包括什么呢？中信、光大，还有杭州的一家啊，几家这个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也是借钱，其实也是融资一样的，跟银行是一样的。那你定期你要还本付息，停止啊，银行停2家，这个信托停了好多家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到6月底为止，恒大公布的账面的现金啊867亿，账面的借贷是3300亿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局面。然后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恒大财富400亿，恒大财富400亿的到期肯定是还不了的了。恒大集团救不救掉了？救不了它。这些钱其实就恒大集团拿走花掉了，但恒大集团肯定拿不出400亿还它。所以呢，恒大财富已经成为金融风潮的策源地或者是原点，这是第一个，就是恒大暴雷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啊，恒大财富的暴雷已经发生，而且引发了金融风潮，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
恒大财富成为恒大集团败局的突破口。所以你可以看啊，一旦恒大财富不可收拾，那么恒大的局面就破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恒大的败局和当年美国次贷危机是一样的啊，就是从房地产开始，最终引发的是金融风潮。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恒大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这第一块牌倒下了啊，那么影响有多大呢？我大概念一下啊，念一下这个当初这个许家印就恒大写给这个广东省政府，就是关于那次这个资产重组的那封信，他自己讲的这个情况。他当然摆这个情况是为了让广东省救他，否则的话你就会面对这样的：第一个，恒大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到6月30号，恒大集团有息负债8355亿啊，这账面上啊，其实不止啊，涉及的银行和金融机构128家，那么借款余额是2223亿。境内银行171家，借款余额2163亿，包括谁呢？包括民生、农业、浙商、光大、工商、中信。然后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啊，就是信托公司121家，借款是3684亿。什么光大、山东信托、外经贸信托、中航信托、中信信托，刚才说中信信托，中信信托已经派人去深圳。带队去深圳要账啊，然后涉及境内的债券496亿，境外的债券1852亿，然后恒大集团在相关的银行、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交叉违约，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他信里面自己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严重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作。目前恒大上下游合作的企业总共是8441家，8000多家企业啊。那么如果恒大资金链断裂，那上下游都会受影响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啊。那么截止去年的6月30号，恒大集团有792个项目啊，覆盖229个城市，那么在建工程是1.23亿平方米，员工是14万啊，产业链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就业人口317万啊。如果恒大集团陷入危机，直接影响330万的就业。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烂尾楼啊，现在恒大有61万套商品房还没有交付，这个业主是204万业主。如果你恒大资金链断裂，也就是说这61万套商品房烂尾啊，你资金链断裂肯定烂尾啊，那么影响社会稳定。这就是恒大这第一块骨牌，就这么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我们已经超时了，你看已经没有时间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讲几件事啊，第一个简单的讲吧啊，拜登总统和习近平9月9号通电话，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就传出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准备让这个台湾驻美机构更名，用台湾代表处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然后就是出现了两件事，第一个，美国要求台湾一口气把100套这个鱼叉导弹系统一次性买完。之前本来他是想分2次买，因为预算有限，先买32套，再把剩下的68套再买，看预算够，也觉得预算不大够。那么原来是这么计划，
原来规划是买100套，那先买预算不大够，就先买32套，剩下68套再买再买400枚飞弹啊。那美国方面就不同意，说不行，你分2次买不行，你赶紧把这100套全买了，赶紧买，而且不仅要快买，尽快买。那态度是非常的坚决啊。那你想一下，本来是什么？在军售当中，本来台湾是很积极的，因为中国大陆军事力量上升的非常快，对台湾产生很大的战略压力。台湾去找美国买这个武器装备，一直非常积极，不断的去买、更新、提升等等，飞机、导弹各种设备。你可以看第一次美国方面比台湾还积极，前头是什么？前头是中美之间元首对话、元首通话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就传出来，一个是301调查，一个是台湾更名。台湾更名的同时干什么？要台湾赶紧把这100套鱼叉式飞弹，你赶紧去申请预算，赶紧买了。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在做准备，准备中国翻脸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而且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已经下过一场毛毛雨，就是说台湾的军事压力承受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非常大，中国大陆随时可能会怎么，把这个故事重新写了一遍，那也是造舆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外交场合外交场合出现了一个秦刚说闭嘴这样的话。秦刚，这是国家评论9月10号报道，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8月31号为新任这个驻美大使这个秦刚举行一场不公开的这个视频会议然后在视频会议上呢，秦刚就向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发表一个这个美中关系双边关系的这个演说，然后在问答环节，然后有一个奥巴马时代的这个美国国安会里面的一个官员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在国安会，他在Georgetown 就是约翰城大学当教授，他就问他说美国和中国各自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紧张的双边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友好的问题。然后呢，秦刚回答的时候，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就请闭嘴。”他用了一个词叫 “shut up”，“shut up”。他的话刚讲完，当然这不是一个讲稿里面的句子，这是他在回答问题的这个句子。他这一讲完，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不可能用这种词汇然后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双方处于一个我们现在看，我说为什么今天讲要见真章，你就看放出来的这2个消息，一个是台湾更名驻美机构更名，一个是301调查这2个都是重磅性的措施，美国是要准备全面施加压力，那也就是说中美之间要开始动真的了到什么程度不好说。环球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台敢改名，就一定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意思就是用了一个什么话，就是说，他说这么说，他说以美台目前的动向，他们这一脚缩回去了，下一脚还会踩过来。我们现在需要做好全部准备，随时准备在台海打断他们的腿。这个文字游戏什么意思？就是威胁打断他们的腿嘛，威胁。当然，选择这个《环球时报》来威胁呢，就可以不认账，可以说狠一点。但是现在就看吧，看具体情况怎么样，口水战。但是美国是在做准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福建莆田
爆发疫情，情况严重在哪里？不是说人多的问题，而是时间非常短3天78人感染然后疫情已经扩散到泉州跟厦门。这里面有个情况就是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疫情到现虽然官方讲是境外移入但是其实他们流行病调查当中，其实没有找到这个学生感染的这个传染链是什么。所以福建这个疫情值得关注。你可以看9月10号1人确诊，4人无症状；9月11号20人确诊，18名无症状；9月12号22人确诊，13名无症状，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那么现在有2条传染链、传播链，一个是学校，一个是胶鞋厂，当地的一个工厂。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又出现一个新一轮的爆发那么我们要高度关注福建那一边，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TT， 谢谢。Y 推酷谢谢。好，我在这里再推荐一下，请大家关注我们Patreon 的这个账号Patreon 我们提供一个服务，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广告因为 Patreon 是会员服务那么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呢，有2个比较好的，可以符合一部分网友的需要，就是不想看广告的网友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海外不方便翻墙的网友那我们的针对国内的网友翻墙不方便的网友做了一个音频的产品，不需要翻墙，但是你注册的时候需要翻墙翻1次，然后后面你就可以听音频，不需要翻墙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服务产品OK， 情况，坐标宁波，6月份买了恒大的裕海天下商品房，2500到3000一平方，已经全额付款。前几天签完合同，最坏打算可能会烂尾。OK，反正留心就好情况我持有武汉所谓最高档的某半岛别墅物业，刘亦菲和李娜也是这里的业主。从去年初挂牌至今无人问津，不是没人买，是没人问。小区对面是当年公权力强抢的澳门山庄，背山面湖的确是风水宝地，但1期疫情撂荒，基本无人住。2期位置最近修起了40层公寓，看了下售楼处，门可罗雀。情况，恒大真实债务已经超过22000亿，它有很多要命的债务还没有暴露，比如恒大金服就是恒大财富集资和恒大人寿寿险，以及一房两卖形成的实质性债务，但是资产不足15000亿，没有人能救它，连重组都很艰难。观点，恒大事件会让民众对私营大企业增加无信任感，甚至仇恨大企业。这样一来，中共无条件介入收归国有就顺理成章了。这基本上胡扯，就是又把这个脏水往私营企业身上泼嘛，这是胡扯，我不同意。观点，中国的经济好比一个人预支了自己和亲人一生的收入，甚至预支了子孙一生的收入，然后盖一座写字楼，到处显摆，然后把债务和维修费留给后代。观点，恒大的情况让我想到国内很多美容美发的预缴式消费。江苏南通富源集团貌似在2年前已经爆雷，很多内部员工和消费者已经无法兑付，让很多人倾家荡产。不夸张，美容美发，OK， 美容美发经常就是预缴式服务情绪，习近平说要共享财富，如果共享的是恒大这样的财富，
真的令人不寒而栗。观点：好好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就明白为什么从公到私都是让老百姓手里没钱。老百姓手里有钱，怎么实行计划经济？只有老百姓共同贫困，才能实现党的计划经济大计。就像许家印这种白手套深知共产党的本质，只不过迎合了这个党的本质理想。观点：造成这一些资本家问题的根源，一公有制，这个是制度的根源，人无恒产就无恒心。二 CCP 相对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三 CCP 没有管理自由经济的团队，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内部争权夺利，没有兑现建国之初的诺言，不能诚信执政，总是谎言欺骗，导致一部分强人如许家印之流。理论 CCP 有什么理论？ CCP 不需要理论，市场经济就现成的，为什么要理论？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资本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都是政府，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啊。情况：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请给恒大足球该有的历史地位，里面回顾了恒大集团的崛起，就是因为投资金元足球引发广告效应。恒大集体后来投资了很多不靠谱的项目，比如恒大矿泉水，都可以通过市场卖出这些资产套现周转。但集团里最有实力的恒大足球，却因为中超的奇葩制度不能向市场销售，成为一个黑洞。恒大足球能套现多少？恒大的这个窟窿太大了，一个足球顶不住的。观点：中国现在最缺钱的主体不是恒大，而是地方政府。地方债总额比地产商还要高，只是政府有更多的盖子来盖坑。请问王老师，恒大是否让中国房地产变成第二个 P2P？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房地产崩溃有几个可能性，就发生崩溃的路径。我们在星期六的这个讨论当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房地产市场崩溃，就价格崩溃。价格崩溃是其中一个，当然最明显的例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开发商，大的开发商如果崩溃，会产生连锁效应。连锁效应其实许家印已经总结得非常清楚了，一个是金融风潮，一个是失业产业链上的失业，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烂尾楼。这三大影响，也都是政治影响。他会不会这次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就变成一个地产崩溃的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但是肯定这第一块牌是推翻了会不会一直倒下去就不知道。提问：潘石屹已经肉身翻墙，许家印弄这么多坑给中共，请问王老师，许家印还能肉身翻墙吗？潘石屹早就肉翻了呀。你想，今年3月份，他儿子被网上追逃什么意思？他就没回去。那潘石屹他好朋友都已经判18年，你觉得他还会在北京待着吗？我觉得我是他，我就不会在北京待着，对吧？他又想套现，又想跑路，他为什么要在北京待着？所以我们做那个节目，就是他卖给黑石这个过程，一直就是我一直不认为他在北京。那许家印呢？我不知道反正这些有钱人
我印象中在去年不在前年啊，曾经有人说过，这些有钱人都有边控。什么叫边控？这是中国发明的，就是边境控制，就是不让你出境，拿着护照一过，下面就嘟就响起来，然后旁边就有警察出来，你到房间来，我跟你聊一下，这就叫边控。那许家印有没有边控我不知道，但是潘石屹肯定很早就应该走了。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暴雷会不会成为房地产下行周期的开始？不知道，但是肯定第一块牌，我还是重复那句话，肯定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给许家印推翻了，它会不会一直往下就不知道啊，我们要继续观察，无法预测。提问，请问王老师，不急着用房款的情况下，现在没出手再租房，要降价卖还是继续租比较好？没出手的再租房产，要降价卖还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什么？你的情况我不了解，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只告诉我你房子的情况，你不告诉我你的财务状况，你不告诉我你收入情况，你不告诉你的家庭条件，你做一个决定不是单一的因素，你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些你怎么做决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没有牌照做这个投资顾问的工作，所以大家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不能答。我就是有想法，我不能答。我只是告诉你，房地产市场现在一个这样的局面，自己去判断，好吗？提问：虽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是拿着现金和汇率与贬值的风险，请问王老师，在这轮危机当中，有哪些行业相对好些？你准备再去投资是吗？钱烧手嘛，钱烧手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把钱转到我账上去，就不烧手了。为什么大家对现金这么痛恨呢？啊，好好想想好吗？观点：重庆政府和外国交往，到溥仪被赶出故宫，再到4·9后，中共总是不断的不讲信誉。中共什么时候有信誉过啊？观点：国内现在有存款的人比较少。一，没钱的人不谈。李总说的多少人收入在1000亿、1000元，这些人会有多少存款？二，银行利息通常低于理财，特别是基金，所以很多中产买理财基金而不是存款。三，很多银行已经把理财从银行里剥离出来，成立新的子公司，那是为了理财暴雷用的。银行呢有理财产品啊，银行的理财产品，肯定不是在银行的资产里面，肯定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所以为了用理财暴雷是不合理的啊。为什么？分业管理嘛，必须分业管理，它不能够在银行里面搞理财产品啊。情况：厦门今天确诊12个，很多地方封了，学校已经停课。提问：王老师好，最近武汉市政府有文件下达，将会彻底放开落户政策，政策内容解读为只要是个人就能落户武汉。此举也变相表现为彻底放开区域限购。结合您之前视频内容解读，这是否意味着武汉房价下跌不远？那就不知道，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链条有点长啊，这个链条有点长，我们没有具体看的武汉。观点：近期很重要的还有中日关系，前几天在东海就差点打起来。中共打台湾有一个重要的点，极重要的点就是日本要打台湾，就要让美军短期不能支援，那就要打美军基地，打了就是和日本开战，那跟美军就不开战吗？也得开战嘛。那么也就是说，打台湾要跟美军开战，要跟日军开战，打得赢吗？一口气打3个地方。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会不会转嫁国内矛盾带到台海局部紧张冲突？转嫁呢谈不上，台海本来就很紧张，为什么？
现在台海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啊。以前说，台湾海峡，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啊，打不打得赢的问题，打不打得过去的问题。后来在讨论什么，美国会不会动手支援台湾的问题。现在不是美国动不动手支援台湾的，现在是日本。日本把台湾当做我的兄弟啊，台湾有事我也有事啊，那意味着什么？打台湾就会碰到后面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所以你说这件事情如果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你觉得台海局部还紧张吗？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紧张了吧，你说呢？啊，打台湾就那10个点，总共就10个登陆点。美国把地表上最先进的坦克卖了100架给台湾，然后再卖了一堆的这个各种火箭炮、自行火炮，甚至卖这个鱼叉式飞弹等等，甚至现在可以延伸到远处的基地，就是你集结的地方我都能打了，都能打，台湾都能打到了。甚至你要是再那个什么一下的话，可能北京、上海全都覆盖了。那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呢？后面还有美军，后面还有日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去转嫁，怎么转嫁？转嫁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吗？提问王老师好，请问中国经济还有回头路吗？崩溃苦的还是咱们老百姓？都苦，没有谁不苦啊！不是因为你是老百姓就特别苦，是什么情况下会苦？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永远是最苦的那个，不管有没有经济危机。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很明白，就是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大家都很有钱的时候，你还是苦。提问王老师好，恒大有一些保险业务，您能分析一下？我不知道，我没看那么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评价潘石屹夫妇出现在美网公开赛现场，代表他们成功跑路了吗？那跑路这件事情呢，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肉身跑路这件事情，肉身跑路这件事情，我认为早就发生。我认为潘石屹在理论上来说，他去年就不应该在中国待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跑路讲的是什么？他把他在中国的资产卖掉，这是另外一种跑路啊。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的跑路，都是他卖掉资产，跟他个人。你是潘石屹，你会老在北京待着吗？习近平不喜欢那个任志强，他跟任志强关系那么好，而且他很多生意是跟任志强做的，你想想看，他后果是什么？潘石屹这些做生意的人，谁比谁傻？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他还在北京待着干什么？所以，他肉翻这件事情太正常。只不过呢，昨天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镜头有点意思啊，是怎么发现的？有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历史性的必然，我是不大接受这个理论。历史性的必然有点像什么？打哪指哪，就是这个朝代覆灭了，翻过头来解释它为什么覆灭，那不是打哪指哪是什么？所以所有的所谓的必然性，就是打哪指哪。但是历史的偶然性才是你不可预测。你怎么能够想象得了中央电视台在转播网球美网的时候，会拍到潘石屹在那儿看比赛？这中央电视台不可能帮潘石屹去澄清什么东西嘛，是不是？这不是偶然是什么？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已经控制了解放军武警、中央警备团，为什么还不能控制全部元老？我不知道，问这样的问题答不了，不懂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事情有一部分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有太多东西大家不知道，不知道的因素有多少，所以答不了。情况：北京幼儿园要求父母注册防伪诈骗 APP， 注册成功给老师确认，每家2个，可恶之极啊！提问：王老师好，我有个墙外的朋友，
他说他在上海的朋友对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很有经验，手头上有好几个好项目可以投资，很有潜力。在美国上市后有很高的投资回报。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是不现实的，担心他受骗，很想听听您对此的意见。嗯，7月份我印象中中国到美国上市应该是3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数量和金额创历史新高，到滴滴这件事情戛然而止，戛然而止。7月份我印象中就是3家，不知道2家。8月份是零，然后美国的证监会要求中国上市公司上市之前，你要跟投资者讲清楚1、2、3、4、5、6、7、8、9、10这么多个条件。在现在这个政治气氛之下，我不觉得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可能性有多大。为什么？第一个，美国证监会把这个信息披露呢要求的越来越严格，而且它的动作非常的慢啊，所以基本上在证监会这道关是比较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滴滴之后，帮助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这些承销商、券商都损手烂脚，都一头的包啊！我不相信这些券商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滴滴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什么，太有示范效应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的投资者，你索罗斯已经写了3篇文章，骂这个骂这些去中国做生意的这些券商啊，那你想一下，整个社会气氛是一个这样的气氛，还有投资者会去买中国上市的股票吗？所以这3个条件往这一放，你可以看到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这条通道已经还有一点，还有一个中国那边1、2、3、4、5又一堆的规定。你想这两边都在往中间起高墙，你中国企业飞过去吗？不大容易吧？骗不骗我不知道，但是从形势来看，中国企业短期之内去美国上市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啊。观点：中共不会让这些私人企业家轻易跑路，大部分都很难肉翻了。是你知道还是你想象？至少潘石屹已经肉翻了，对吧？提问：很抱歉，刚才打错字。从清政府到外国交往，从溥仪被赶出故宫，再到4.9后的种种，感觉中国政府一直没有信誉。请问王老师，这是我们的文化的问题，还是集权政府的问题？中国人很喜欢讲信啊，人无信不立啊，中国人讲这句话。但是其实，当然人无信不立这件事情是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一句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啊，中国人越往前走越无信，越离我们现在越近，越无信。不是中国政府，中国人也无信。做生意以前的人越往早的人越有信，越往近的人越无信。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宋襄公半渡而击不肯，被中国人笑话这么多年，就是本来就是你应该讲信用啊，我渡河的时候你不能打我啊，大家都约定好了，你为什么违反交战规则来打我呢？哎，全中国人都在笑他，就中国人越来越无信，这不是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有很多因素，政府当然很大的责任，主要的责任都在政府，因为政府是这个社会最核心、最主要的塑造者。那么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在塑造这个社会，我们人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当然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核心的责任在政府，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情况今天听到一个观点，打压房地产是为了把资金往股市引流。问题是不去怎么办？你说呢？
然后美国的股市见顶，资金就会流到中国，这么精彩吗？我不相信，这基本上胡扯。情况刚刚过去的8月，中国没有新的游戏版号发布，这是今年首次单月没有发布游戏版号。之前往月会发布80个版号，从侧面说明国家对游戏响指的效果。游戏是这样，还有一个是电影，电影好像排期现在是没有电影能够排期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国文化。我说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他不断的在证明我这句话。提问王老师你好，你的 Patreon 会员加入之后，在墙内通过，请问您平时能贴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文章在 Patreon 平台作为会员福利吗？啊，Patreon 的会员福利是比较少一点，我正在想这件事情，我也会安排一下，请静待我的通知，好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